好，要带你来看到的是呢，在最近这个关键字还是一样啦 ，SU7。我刚刚看到还有快讯就出来说，昨天好像有人排到凌晨3点，还在想要试车。好，到目前呢，小米汽车已经登上了苹果 Apple Store 的免费榜排行，已经第1名了呢，表示什么？表示很多人想要试试看它到底有什么样的功能。那当然，我们刚刚讲的，除了说呢，现场试车的人试到半夜都还有人在排队之外，已经影响到对手了啦。带您来看到的是米粉。小米本来就有一群粉，他们称它叫米粉。好，米粉现在说还在帮忙造势，他们直接是到对手的直播间狂刷小米 SU7，让很多直播主都快疯了。来看看这个画面。是极客的展厅冷冷清清，蔚来的展厅空空荡荡，宝马的店里只有销售，腾势的销售玩起了手机，问界呢也不香了，就连理想呢也不理想了，这人呢全跑到小米那儿了。林老板真厉害，快分掉了哥几们！你们这样再刷的话，我直接马上我要崩溃了，家人们，我也快分掉了，家人们，他就不想让我们活呗，哥哥是不是？也送了小米之家4350个，顶多就50个人看不着。好，快疯了，哥哥，就不让人活了是呗？好，原因是什么？因为他们其实，在直播主，他们不是在卖小米车的啦，他们在卖其他车。你看，气到他们直接在前面挂，我是卖什么？我是卖什么？没有卖 SU7，不要再来烦了好吗？是不让我活是不是？我老板还在看直播间呢啊！这个在大陆现在最流行的就是这么一件事情了。那甚至呢说这几个关键字还占据了直播间礼物榜的前3名，那这些直播主都不知道笑还好还是哭还好。现在确实啦，在网络上你也看到一些讯息说呢，下单率很高，好，甚至呢还讲说要排队23到26周才能交付，那等于是等到他们10月1号之后才能开始开。好，可是呢，到底它的状况怎么样？它的功能如何？网络上开始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视频了啊！这个呢就是讲说它其实是可以代客趴车，也就是它自动停车啦。带您来看到这个是在网络上可以看到的影片，然后呢，你现在所画面看到的就是这个左上方是小米的车内的一个状况，然后呢它就可以自动停车。有人说，你看它就往后回，那其实它已经在帮你计算好你要停哪一个位置，然后直接帮你趴进去，一镜到底。有人是这样觉得很流畅，好，不知道大家感受怎么样？当然，这种感受的使用者感受，这个每个人不太一样。但是呢，这画面出来就有很多的评比了，甚至呢，就连他们长期的一位代言人，对岸的艺人叫张颂文，他还直接问说，以前代言小米手机会送1只小米手机啊，现在是小米汽车的话，有没有准备一辆新的车啊？要怎么样暗示一下对方？结果没想到，真的老总还送他一辆新车嘞，还直接问他说你喜欢哪一种颜色？当然，这又是一种行销，因为在微博这边又刷起了一波话题。好，现在呢也有人说了，说为什么当时小米会去搞车子？一般来说，大家知道小米有很多，比如机器人啊、扫地的啊，或者是这个手机啊，搞车子，他说是被逼出来的。雷军自己讲啦，他说呢，当时是因为风口就在那里，不跳也会被吹走，所以呢，他认为啦，以前讲过嘛，站在风口上猪也能飞。但是呢，那些猪其实是练过功的，他得强调自己呢是扎扎实实有实力才来造车。好，那目前为止呢，除了是小米之外，华为先前也造车了。那现在呢，他们还携手了奇瑞汽车，智界的 S7 大开规模也开始交付出来了。只是呢，华为现在的状态，大家会问。下一支手机什么时候？美国现在还要加大对它整个系统商都要进行制裁，那有没有可能适得其反？看到的是他们去年的净利润呢是有飙升，年增长，蛮厉害的，破100%，144.4%。那等于呢，就让大家想问了，想要包夹华为不成，但是现在呢，是不是反而苹果因为遇上了相关的对手，突然的起来，反而是被打下去了？那在目前为止呢，基本上在对岸，他们的官方还是希望外资能够留下来，甚至希望外资能多多进来。所以呢，王文涛那个时候会库克的时候，也直接讲了，说希望能够共同发展。那苹果也很开心，说回到了中方，只是现在在车的这一态是比较敏感一些些。宁德现在说呢，要跟通用汽车一起在北美这边设厂，宁德做电池的，通用可能也想要做新能源车，但是
现在美国政府也在怀疑宁德有没有问题嘛，对不对啊？所以呢，到底这一仗怎么样来打？美国真的能靠自己的能力，不用电池大陆这边的货，然后自己把它造出一台车吗？又或者请教介大使，因为美国人也在看啊，他们其实蛮多人也在刷新闻的他们也看到了小米汽车啊，他们心里头应该也好奇吧？对，小米这款车，我觉得挟小米之盛名啊，然后再挟小米的强大的行销能力啊，未应先轰动，已经到过去2个月，每天就在小米输七了，他已经放了很多消息，都有计划了。就这辆车啊，大家还没有看到实车哦，对，而第一次看到实车是在海外，然后都是怎么样？它都是透过宣传的这些管道，然后透露很多讯息，猜最多的是一个它的价钱啊。那有人说这一辆小米一直放话说这辆车会很贵。对，因为结果呢，在上一个礼拜还在猜是26.5万，结果价格一出来是21.59万，就基本款的。当然你还有往上往下的空间啦，基本款21.59，我觉得又是一个小米的特质，就是它让你感觉物超所值。因为它这种是纯电车基本上它大概同样的，比如说在它的这个竞争的对象同款车，比如说这个极氪001大概它的起价是26.9万人民币了阿维塔12是26.58，那问界 M7 虽然它不是 Sedan， 它是这种所谓的这种这个 SUV 多功能的可是它起价也要28.98万，所以感觉是同级车，小米的车就卖21.59万，所以这个又是怎么样？我们每次到小米的店去买东西都发觉，品质很不错，性价比一问价钱以后都吓一跳，他就给你这个感觉。我觉得这一次这个小米的这个SU7也是这个亮点，它完全掌握到小米的特性，所以这辆车现在这个非常非常的夯啊！有人说大概24小时内就直接订购了5万台。本来小米是说4月初就可以交车，因为他说他们已经准备了2万台。对。可是你看，超24小时就5万台就订光了，所以现在看起来真的，你现在订的话，你什么时候拿到货是一个问题了。是。所以这是小米它要克服的啦。另外就是说，华为我觉得它去年的净利居然高达这个利润高达净利870亿人民币，天文数字而且比怎么讲年增长是144.4%，所以这个就是说数字不会骗人，数字就告诉说，就是美国的《华尔街日报》讲，就是说美国对华为的打压已经失败，这个公司已经怎么样？已经反败为胜不但恢复到过去的这个荣景，现在更超越。成长了144%，那我对苹果非常不看好。苹果不是说它今天它是怎么样，有什么问题，它没有未来性。苹果的手机已经3年让人家感觉没有任何的怎么样，没有任何的突破升级感，而未来你也看不出它的升级感。你 iPhone 16好不好？今年推出来看看，你有什么新的？你有卫星电话吗？对不对？你有跟这个所谓的这个电动车还有智能座舱所谓的这个联通的吗？这些部分我们都没有看到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苹果它现在回去就是说重新向中国的这个顾客去讨好，可是问题并不是说你讨好会不会有回应，问题在你的产品是不是真的有竞争力。是，请教一下小舰长，你怎么样来看？我们在看小米的这个风潮的时候我们来看看美国的车厂到底它怎么解决这个问题那也就是在我们刚刚谈到的新闻的最末一段呢，它谈到的是什么？谈到的是宁德时代，它要跟美国通用电力公司合作，然后在北美设厂。这个北美有可能是在美国境内，也有可能是在墨西哥。那不过可能那个美国境内的可能性会比较高。为什么？因为川普已经发下了豪语就是如果未来的这个大陆的各种汽车想要进到美国市场的话，它要提高税率到100%，也就是售价增加1倍。但是如果是
电池呢，他没说这件事情，也就是通用电力通用汽车呢，它的电力系统来自于宁德时代，而不是只有通用汽车是如此。福特汽车早就已经商量好，而且已经开始进行这个建厂的一个准备了。所以我们这样讲，其实现在的这种无论是插电式的这种混合动力车，或者是电动车，它的核心的竞争力不是汽车，核心的竞争力是来自于电池。这个电池的能力恰恰好是美国的科技现在没有办法到达的，也就是这个磷酸铁锂的这个电池啊。那我们继续的看那个美国的这3大车厂啊，就是我们刚刚讲到说有通用、有福特，还有代理 Jeep、代理那个道奇克莱斯勒这几家车厂啊，他们现在遇到的是什么样的问题呢？他们现在遇到的问题，也就是遇到那个这种我们刚刚讲插电式的汽车或全电力系统的车子，他们都没有这个能力。虽然他们以前做这种无论是柴油动力或者是汽油动力的非常上手，但是对于电力完全是零，所以他们没有办法预防这个没有办法抵抗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电动车的倾销啊。那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啊，什么问题呢？也就是我们之前讲到的，美国什么最厉害？美国工会最厉害，还记得吗？去年10月的时候，美国汽车工会的掀起了全面罢工，全面罢工的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3大车厂，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提高成本了93亿的一个美金啊，不是新台币，也不是人民币啊，是93亿的美金来提供这一些工人。可是你的那个薪资成长了，可是你的订单不见了，结果就是什么？我们在可预见的未来就可以看到全面的裁员，因为美国3大车厂的车子卖不掉。请教一下彬哥怎么样来看？我觉得小米当然雷军本来就向来很会做行销，对啊，所以他每一次推出新产品的时候都会造成轰动。那这一次到底是真的大家都这么爱 SU7 呢，还是怎么样？我觉得有待观察啦。就是我们再继续看下去，看它后续市场的效应如何。但是如果我们就光以规格来看的话，因为它锁定的目标就是特斯拉的 Model 3嘛，对，那看起来它在所有的规格方面都是胜出的。比如说它的顶规车的加速0到100只要2秒多，然后特斯拉的顶规车大概也要3秒多，然后如果是续航力的话，它这边实测就有643，特斯拉是宣称601，对啊，那实测大概只有500多而已，所以它在很多方面的规格都比特斯拉要强，而且更重要是它还比它便宜，而且它充电15分钟，据说就可以跑500公里以上，那个特斯拉的话，充电15分钟大概只能跑200多公里，所以这个对特斯拉来讲，当然压力会很大。可是重点还是在车子到了消费者手上之后，你真正实地去使用之后，口碑才是最后决胜的关键。我觉得如果消费者的反应都是非常优良的，那其他的其实包括特斯拉也好，比亚迪也好，都会遭受到非常大压力。一个从来没有接触过车的小米，突然之间就变成你强烈的竞争对手。而且雷军已经夸下海口说他要在5到10年之间，他要变成全球5大车厂之一。对啊，所以这个我想其实很快啊。对，其实5到10年没有多久没有多久。对啊，所以这真的是一个震撼弹了。所以我觉得大概车坛很多人大概都要皮要绷紧了，神经要绷紧了，然后面对这个压力。那至于华为呢？华为我必须说，它现在看起来确实是起死回生了。而且最可怕的是，这家公司它不上市，它完全靠自己的资金，所以你要去弄它还真不容易。说真的，你要用其他商业手段对付它还真不容易。那现在当然很多人在嘲笑说啊，你有什么了不起？还不是中芯为你牺牲？对，中芯硬要用亏本去帮你生产这个晶片，你才做得出来。可是问题是，你说中芯亏本，中芯的营收去年确实没有前一年好，可是问题是人家还是有在赚钱啊，中芯还是在赚钱啊。而且他早在2022年的时候就预期到2023年收益不会太好，而且更重要的就是他为了华为去盖了新厂，才造成去年的营收没有那么多。那未来这个新厂是会回收的哦，
所以它2024搞不好会大爆发哦。所以我觉得用绩效的心态去看别人，其实不是好事，反而是我们台湾的厂商，我觉得应该要正面去看待华为。人家到底是怎么样生存下来，怎么成功的？这可以作为我们的借鉴。将来有一天，我们也美国，你以为美国只会对付大陆吗？只要哪一天台湾威胁到他，他也会对付台湾呢、都是一样。所以，我们自己的厂商也要做好心理准备。好，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广告回来，只要看看两岸之间，现在大家说紧张气氛，美中之间现在感觉政府也有些紧张，但民间呢？等等，带你来了解。好，我们说网络上现在到底流行什么？问年轻人最清楚。而你可能没有想象到的是，现在连美国的年轻人他们都说了，既然流行小红书，还去那边听劝。好，这个呢，可能真的现在要告诉您这样一个新的讯息了。网络上面说小红书有一个叫听劝的，也就是呢，你写了一个听劝，然后 help me please， 希望大家给你一些比较真诚的建议。好，当时这个真诚的建议是什么？华尔街日报讲的是因为你看 IG 啊，或者是以前的脸书，或者是现在在流行的其他的这样的一个平台，比较多呢是比如说赞美，或者说你很棒，甚至呢是比较负面、公然羞辱等等的。但是大家其实希望在这个网络世界能够得到一些比较诚实而友善的回馈，所以呢，在小红书上曾经有过这么一个听劝的活动。现在据说啦，就连外国人也开始了附上自己的脸啊、全身侧面照片来寻求中国网友的建议。有一个人他就讲了，他说呢，他在美国的讨论社群平台 Reddit， 这个其实在美国还蛮有名的，说呢。你觉得我要怎么样才能够变得比较漂亮，变得比较好看？有人叫他去整形，结果他去小红书这边，他收到的回应是说，不要再穿黑色的衣服了，或是留个刘海，也许你看起来会不一样。突然之间他觉得好像小红书给的建议相对的更加友善，更加实用。而现在呢，基本上在网络上面，您可能也不知道，中国他们所做下来的一些应用程式呢，现在榜上前10里面呢，基本上有8家游戏公司，通通都来自于中国。那他们就讲啦，以前呢是在超市的货架上面看到了 Made in China， 现在呢其实是在网络上面的这一些 App Store 里面看到 Made in China， 但问题是你现在看不到标签了。这家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叫 Shein， 他们其实也是大陆的公司，号称呢是快时尚界的新霸主。因为现在很多美国人，他们基本上是通过这个平台来买东西的，不止美国，还有法国、欧洲。所以呢，甚至法国、欧洲还打算要因为他们的这个快时尚来立下一个法，因为觉得呢这样子好像太过于浪费资源了，对于地球来说是增加地球的负担，要考虑来立法等等等。现在这一些内容都在网络上面可以看到，可以找到，你可能不知道它来自中国。这个 Temu 呢更厉害了，因为每一次上亿美国人所看到超级杯，这次他竟然买下了6支广告，6支30秒的广告，哇，这个费用非常非常的高，但是知名度打得更大了。大家讲了，他很像是打了兴奋剂的亚马逊，因为亚马逊确实内部会议直接讲了，包括了 Shein， 包括了 Temu， 就是他们的最大对手，必须要把他们给拿下来，否则自己很难存活。透到这边呢，你可能不知道，其实呢，像美国一直说他们不寻求脱钩，但是他们要把它列为一个竞争的对手。好，你知道如果他们真的脱钩的话，影响有多大吗？这个是在华邮他们所做的一个调查，说做一个小测试吧。如果真的跟中国脱钩的话，影响有什么？你可能不知道的是，包括了对华的出口规模，基本上美国有1500亿哦，两边的这个市场是第3大，甚至呢最大的服务出口是教育，每一年可以给美国带来多少的工作岗位？是100万个。那真的脱钩的话，大家就想问，这些工作失业的人要怎么办呢？100万人口啊，而没有了中国市场，确实很多人很多企业会开始有些焦虑。譬如波音基本上一直以来他们都希望能够在中国这边再跟他们更友好一些，因为他们自己在中国区这边亚洲区的总裁也讲了，
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市场，因为他们现在正在民航机呢有很大的消费能力。好，可是又在出事了。美国联航的一架777呢，现在是引擎故障被迫降落。那先前更不用说了，空军1号啊，又或者是那个时候在这个苏利文出国的时候啊，或是布林肯出国的时候，也都曾经出现过飞机可能必须要好好修理一下，否则会造成行程延误的状况。当拜登被问到这么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回答很俏皮啦，他说：“我不会坐在门口的。”但这么一句话，是不是也黑了波音一回呢？到底对于美国来说，对于中国来说，应该要怎么样看两边的竞争关系？请教介大使，因为百姓看的观点可能比较不一样，百姓看的观点是从自身出发的，所以他也觉得，中国的 App 没有什么比较不好用。对啊，我们就讲这个，比如说这边刚刚讲的一个受访者，美国的受访者说，他就要寻求怎么样改变他的这个外形嘛。结果呢，他在这个美国的平台上，他说一个黑人说怎么改变我外形，结果有人给他回答说，叫他把他皮肤漂白。你觉得这是不是很邪恶啊？可是呢，我觉得一个充满种族主义一个充满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充满缺乏人道关怀精神缺乏这个所谓人的精神。孔子讲的仁义的仁，就永远心中有别人的这样子的一个不是只有自己的这个个人主义一切唯我独尊的这种文化你这平台你就会得到这么令人你感觉这么毒恶的一种回答，说你去把皮肤漂白，这个是很毒恶的。那你看他去中国大陆网站，同样是年轻人，他给他的是什么样？是很具体的，没有什么种族的偏见，没有什么这种所谓的这种阶级的这种仇恨的意思在里面，大家就是说都反映一个很平和的心态。所以很好笑的就是说美国认为它是一个充满人权的社会美国社会是什么样？是平等的，讲要人身人民。我跟你讲，你天天在喊人权的原因，就是因为你这个社会没有人权；你天天在叫平等的原因，就是你这个社会没有平等；你天天讲要尊重别的种族的时候，就是因为你这个社会种族主义很严重。中国的社会很少讲这些东西，因为很人性化。我们从孔子的儒家思想开始，我们是非常人性化的。我们是基本上你只要不要这个个人遭遇到太大的这种不幸的事件，每个人的心情都寻求一个平衡。我跟你讲，你今天讲这么多制度，你讲人权讲一大堆制度，美国现在的城市进去的话，你晚上你不敢上街，你很多地方你不能去，对不对？你一个人走在街上的时候，你觉得不寒而栗，然后那个地方的种族仇恨的攻击，这种暴力的攻击、抢劫、枪支泛滥，这个叫好的国家吗？你有好的制度，你有好的理想吗？没有。前一阵子，一个英国的一个家庭，他们去中国大陆观光，结果呢，进入那个城市已经深夜了。结果他们在大街上找旅馆住，结果呢，走在路上说他非常非常惊讶，他说居然这个社会这么安全，然后最后还给他找到一个旅馆可以 check in。我跟你讲，这在美国，在纽约，在美国所有大城市几乎是不可思议，做不到的。所以呢，我觉得我看到这个讲听劝这个这一个这些美国小朋友跑到中国的这个去中国听中国年轻人给他劝告的时候，我就想到现在美国社会跟中国社会差异如此之巨大，值得我们深入去思考为什么会有这么巨大的差异。是，请教小监长。拜登讲这句也就是说我不会坐在门口的这句话，其实他就是给波音最大的一个痛击那但是他虽然后面还补了一句话，他讲说开玩笑的啦，我不该拿这件事情开玩笑，但是这件事就代表什么？代表刚刚主持人讲，我们一般寻常老百姓、寻常大众的态度是什么？最重要的就是安全，不是吗？我去坐个飞机，结果莫名其妙的出事，那到底是怎么样呢？这个是第一个有关于安全的要求。第二个，你航空公司会因为我坐
现在波音的737 MAX 的这些飞机有给我票价折扣吗？没有票价折扣，而且生命只有一次啊，你给我折扣我也不一定愿意要啊。可是我们来看看啊，现在在整个这个民航机的现货市场上面啊，那除了我们讲到说波音737 MAX 8，那它现在的价格是1.22亿美金啊，那相对于另外一个，也就是空中巴士的价格呢，也就是 A320 neo 的这一架飞机呢，它只有1.11亿啊，它已经便宜得多。但是当我们在做企业决策的时候，不要忘了有武力分析。武力分析有一件事情，那大家要特别注意的，也就是新加入者的威胁。新加入者是谁啊？新加入者也就是中国大陆的 C919啊。那 C919它卖多少钱呢？它卖不到1亿美金啊，它卖0.99亿美金。所以如果按照现在这样子看，C919是最便宜的。那大家会说，哎呀 ，C919现在没有经过验证，怎么没有经过验证呢？其实也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各种零组件都是从各个国家一起来打造而成的。那而且我们在讲2月份的新加坡航展是也就是中国的航空公司已经派了一架 C919直接的到新加坡航展去飞了一趟，也就是大家已经看到原来 C919是这样，然后它又比较便宜。不仅如此，不要忘了，现在中国大陆已经在打造 C929 预定在2027年的9月即将交付，所以这样一连串下来，波音倒霉日子快到了。是，请教彬哥。大家以为只有美国的网络才会这么恶毒吗？其实台湾也是差不多的。在台湾，通常比如说你去 PTT，你假设去问说啊，我觉得我长得不好看或干嘛，你知道通常会得到什么答复吗？通常答复就叫你去投胎，基本上就是这样，重新投胎比较快，就是这样子啊。所以这种恶毒其实已经变成一种文化了，就是因为大家可能平常在生活上，我们大家都是温良恭俭让，那在什么时候发泄，就在网络上，你可以用另外一个人格去发泄。那所以我觉得，我不认为说用了小红书或是用了 TikTok 就会比较不恶毒，我也不认为。我觉得恶毒人不管到哪里还是会恶毒的，所以这个是早晚的问题。那当然，小红书跟这些 TikTok 他们这些新流行趋势，确实是有它的优势存在。我一直认为美国人应该要去思考，为什么他们能够获得美国年轻人的心。美国应该要做的，应该是你们也发展出一个出来，把年轻人重新抢回来啊。你不觉得现在美国的发展很好笑啊？现在是中国大陆越来越像资本主义国家，然后美国越来越像社会主义国家。你应该去分析嘛。对啊，你应该想办法去破解人家的这些优势，想办法抢回优势嘛。那美国现在一心一意想的就是用国家安全的这个幌子，想办法把中国大陆的东西禁掉。那你禁得掉吗？人家推陈出新一下。有越来越多的东西出来，那中国大陆也会规避，他想办法把公司我不要设在中国大陆啊，我设在其他的国家，然后再转进来也是一样啊。中国大陆最近电动车成为一个话题，前阵子哇，各种手机，这一阵子手机几乎蔚为风潮，一下子苹果，一下子各种的这个华为等等，现在是小米汽车上市连续2天，前一天讲啊，他的工作人员都是晚上凌晨下班，隔天7点上班。然后今天又有另外一个门市说，店长说啊，今日日程表市价，市价居然可以到了凌晨3点。其实华人真的工作很认真，在欧洲5点半、7点就能下班，好吧？他的凌晨市价到3点，然后4点下班，6点到家睡觉，9点又要上班。发布会到现在每天只能睡2小时，意思就是说生意很好啦，应接不暇，因为有太多消费者想要市价哦。那这样的状况代表销售非常好啦，所以上市44分钟破1万，7分钟破2万，27分钟破5万等等的，包括了小米的 APP Store 哦，在里面的 APP 都是登顶第1，所以呢，引起意外的是说，
两位老大啊，就是两位负责人，雷军在微博上面说，呼吁 Model 3特斯拉的车主要不要换小米啊？哦，然后要不要包括了奥迪、BMW 这些的用户，要不要体验最新的智慧科技呢？哎呀，我们的最新的车款就是为像你们这样的人设计的。这样的喊话呢，马斯克也在X 上面回应，他说跟竞争对手比技术太容易了，所以我们应该要比什么？物理极限，物理极限是什么？是活得久吗？不是，他是说网友大家翻译是说，是在挑战物理世界的极限，我做的是这个层次的事情，但你在挑战我啊，所以这个高下立见嘛，不知道啦。但各种的互呛，那消费者各有支持者喽。那雷军这送车是很霸气的，因为重点是在于说它的定价标价折的蛮大的优惠哦，跟价格战里面。听起来是真的很有杀伤力。那送车呢？这个是在小米 SU7 的发布上有9个颜色，那大家都觉得各自可以找到喜欢的颜色啦。结果呢，他的代言人是一位艺人啊。张颂文，就他的粉丝上面就有很多留言啊，说雷总我们要送你啊等等，网友都送他，他就回答说暂时没有人提这事啊，我该如何暗示对方又不失分寸？可以送我车子吗？厉害了，这个马上就收到总裁来给他一封留言说，我们已经为你准备了一辆车子马上4月3号交车，欢迎你来。你喜欢上面这些版本的颜色，哪一种颜色呢？好，这也是话题，也是新闻行销梗嘛。那所以这就是张颂文老师喜欢的橄榄绿去推颜色啊，大家说是霸气总裁爱上我啊。所以一家欢乐多家愁，中国电动车好像裸泳，怎么说呢？当然，因为大家知道小米是来自于北京市政府很大的这个官方的支持，所以可以快速的上市，而且有营销的大通路。但是呢，其他的业主呢，中企的特色，这是来自于 IT 主管的一些分析啊。中国企业的特色是内卷很厉害，只要政策投入补贴之后，就可以积极的扩大产能。所以赚钱的电动车厂就只有少数吗？有政策支持的比亚迪、小米等等的。那小厂呢，如果没有办法得到这些支持，就只能死撑，所以才被说是在海里裸泳的概念。但欧洲的竞逐呢，本来汽车产业在过去都是欧洲称霸嘛，但电动车出来了之后，这个市场产生了非常大的一个新的里程碑，挪移板块当中。中国大陆商务部长4月就要到法国去讨论电动车的事宜，而且他带的是谁？还会带上比亚迪啊、吉利啊、上汽啊这些人一起去，他是为了要跟欧洲谈汽车制造商。欧盟对很多大陆电动车展开的这个反补贴调查呀，可能会挡它的相关汽车的进口啊，因为美国已经走不通了。本来欧洲是一个他们希望大力拓展的市场，结果呢，今年的结果如何，马上就要公布了。所以4月份，王文涛就要带着其他的企业一起往这里走，去谈有没有阻止被阻挡的可能性呢？还有电动车业被说是寒风不止，这是传统型的几家大厂，例如福特汽车在美国密西根州的工厂啊，这个礼拜要裁1400个工作，这些裁员的声浪是因为来自于过去生产的电动车叫做 Lightning 系列销售不如预期，成长放缓，没有竞争力。那各种电动车的销售持续成长，因为市场趋势嘛，而且政府通常都会寄出大量的补贴，包括法国等等，欧洲都一样，因为要往这个零碳排的市场去走的时候，却没有办法比上这个各种希望规划的蓝图或定的 KPI， 所以很多消费者反而去买油电混合嘛，各种的因素啊，尤其像比方说电池好了，充电站这些都会是很大的关卡，消费者在选择的时候，所以中国要扩产电池，产能需求3倍啊，这种1787万吨占80%的这种全球锂电池的产能是它的优势，而日本跟欧盟呢要走另外一条路线，他们想办法晶片跟电池能够合作。进行对于中国依赖的切割这个是日本跟欧盟展开的会谈，说要把钠电池成为电动车的新动力源，不一定让锂电池全部中国大陆独占嘛，所以钠到处都有，就可以不用中国掌握的锂矿啦。但真的是有办法这样来取代吗？效益如何？还有待市场观察舰长，我们来看看最新的这种科技大战，从车子来看军工产业吗？我最近看小米发布的它的这个的时候，我就突然懂了一件事情，为什么别的国家很难跟中国大陆去竞争它这个电动车。我现在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给你听，如果有一天你不小心跑到了荒岛，我现在叫你盖一栋房子，你怎么盖？
所有的东西你都要动手去做啊。如果我现在叫你盖一道这个钢筋水泥的房子在荒岛，可能吗？哦，那太困难了，你所有东西要去研发，怎么可能呢？可是如果你在台湾造呢，你需要自己去生产那个砖吗？你要生产那个钢筋吗？你需要生产那个叫瓷砖吗？通通不需要，因为窗什么门都是现成的，所有的生产只是最后组合而已。好，同样我们在说小米这个电动汽车，当初我经历过台湾的第一台用裕隆研发的，叫做飞凌101。如果你现在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那你一定很年轻。像我这个年纪，我都会知道飞凌101当初出来是非常这个有名的哦，看起来也蛮漂亮的。我们买那个飞凌101，你知道飞凌101台湾花了多少时间去生产它？29年。接着我们看最近苹果是不是放弃了它的电动车生产研发？它研发多久你知道吗？10年，没错，它放弃了。是小米生产这台车卖的这么的好，一出来就大家抢购。它生产几年？3年。3年，为什么？因为整个中国大陆的这个叫做我们说汽车生产的基础的产业啊，全是现成的。它不会去，我问你，小米生产这个车，它会不会去研发电池？它从一个没有电池一直研发到今天电池这么充得快，要花多少时间？它的钢板要怎么样的轻，它的玻璃怎么样弄？你就发觉，说穿了，小米在造汽车哦，很多东西都不是它的，它用别人的，最后它是做一个设计的整个完整，然后到风洞里面去测试，所以它的时间很短，风险很小，所以它就赢了。所以你要知道，特斯拉与其说它在跟比亚迪竞争，其实它在跟谁竞争？你知道吗？他在跟整个中国大陆的制造业在竞争，那你怎么赢得了呢？所以特斯拉现在他知道那个马斯克还是马克思，他知道说这个车很难赢的，所以他现在选择了打不过敌人就加入敌人，所以他选择尽量跟中国这个结合。那第二个呢，就是你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个制裁，可能都让我们非常忧心，又制裁它的宁德电池啦，又制裁它的绿能啦，又加它的这个税啦，这是跨国大企业永远没有办法避免的。有一天，如果别的企业攻进来，可能我们也会这么保护我们自己。但是，所幸我先跟各位讲，所幸中国大陆市场非常大。如果是台湾遭遇这种打击，不管什么企业，通通结束。你看台积电受到限制，不就立刻搬到美积电吗？日积电啊，搬到日本啊，到处搬去。台湾太小，抵抗不了。但是中国大陆它够大。所以幸好它大，这是一个。第二个呢，这个 CP 值啊，中国大陆远远超过别人，去限制它的毕竟是那些先进国家。它除了自己的内需，还有好多别的国家呢，它还可以吃那些地方。你要想说，好比说欧美能够让它顺利进入，我先告诉你是不可能的。当然还有第三个，中国大陆北京的政府要出手整合，不要让他们自己杀成一片血海，由政府主导。哪些企业哪些合并，不要自己杀成一团。我们姐哦，当然内卷就是个概念。比方说他们的雷军就讲说，我们小卷过去是卷手机小卷，现在大卷，反正我们最会卷哦，所以没在怕。它的国际竞争力就来自于更多的是关税壁垒哦，还有在政治议题上面的卡关。其实现在美国跟欧洲对中国大陆一直要用那个什么政府补贴这个来变成他们的一个制裁的说法，其实已经也越来越无效了。因为现在看到，不但呢这个制裁无效，反而譬如说我们以晶片产业来讲，美国就只好学习中国啊，它现在全部就是补贴政策啊，对不对？我们台积电不是还正在那边排队看什么时候会补贴到台积电吗？可是它 Intel 已经拿了多少的政府补贴？所以简单说啦，欧洲跟美国他们如果要对新兴产业再下去的话，他们已经不是说我用商业壁垒可以跟你竞争了，那就是大家都来搞补贴啊。欧洲大概也会朝这条路。那现在你才去烦恼这个电动车电池的问题呢？我觉得真的这个欧美反应真的太慢了除了说锂电池这个问题，为什么中国大陆可以控制世界的市占率到如此高高达这个7-8成的这种市占率？因为很简单，因为它那个这个稀有的这个稀土材质呢，那个锂的材料呢，中国大陆才有产。
然后呢，他们又这个开发的很早，好，那现在大家就会说，那你现在很害怕说中国大陆控制了这个原料啊，使得大家都不能存活啊，那怎么办呢？所以开始研究钠电池。可是对不起，现在全世界钠电池领先的研究者呢，也是在中国大陆。也是中国大陆的厂商，因为中国大陆的厂商自己很快就知道，因为锂啊不只是说很稀有，而且最重要的是呢，它也很贵。那钠呢，它这个很容易取得，所以它的价格还可以再降。所以中国大陆现在领导性的那个电池品牌呢，它现在在钠的研究上呢，也是世界第一，也是领先。那它现在要克服的跟锂电池呢最大的差距是重量。就钠电池目前还很重，那你也知道，我现在要汽车啊，我要智慧啊，我要干嘛？我要很轻盈。大家那时候还记得吧？那个比亚迪非常的惊人，还可以下到水里头啊，还可以转一圈啊，等等。所以你呢，重量变成一个关键。那中国大陆呢，因为在研究钠呢都很早现在也都快要突破这个技术了。那你现在欧洲才去结合日本，那你光钠电池你又落后人家一步啦。那所以回过头来我们小米当然是一个很特殊的现象了因为小米是做手机出来的，而且他做手机的时候，他就是要在行销上就要跟华为力拼，对不对？所以他就很会搞行销。那结果没想到呢，这个雷军真的是一个奇才，他呢这个小米车子可以坚持，结果没想到他运气那么好，苹果停了，结果他现在就变成手机转型电动车的全世界第一家，再加上他又去找了保时捷的这个设计师，然后又价格那么亲民推出的那个田价呢他赔本在卖，田价不到100万台币。你想想看，这些因素加起来，你要市场不热才奇怪呢。所以在这种状况底下因为有电池的市占率，还有呢中国大陆的刚才黄老师讲的完整的制造链跟各种工人的技术，又没有美国跟欧洲动不动要罢工的工会这些因素加起来，那当然消费市场又很大，那当然它的电动车会非常的成功。那你至于说他自己内部谁竞争啊，谁有没有穿裤子啊，谁在裸泳，那根本不重要，重要的就是说未来呢，就是中国的企业在电动车这个领域最成功，大概现在目前看到就是这样的现象。左老师就是科技创新这件事情，在中国大陆现在已经创新到欧美不得不防，而且是要全面防堵，还不见得堵得住。当然来自于他自己的市场很大自己竞争，像小米前阵子手机几乎被华为打趴了嘛，那自己竞争也很大，但市场就是够大。问题是来自于域外呢，比方说美国、欧洲给予的各种防堵跟壁垒。对，这个的确就是中国大陆这个制造商未来要面对一个最大的挑战。那当然，在电动车来讲，欧洲今年会不会对中国大陆课以这个反倾销税？这个大概是各方都在观察的重点。那现在整个调查的时程大概会在今年11月会出炉，可是很有可能在7月就会采取第一波的行动。现在已经有这个预估的这个税率都出来，说是25%。它怎么算的呢？就是说大陆这个进口的，从大陆进口的这个电动车一定要加征25%的关税，才会让欧洲本土的这个电动车更加的便宜。所以这25是这样算起来的。去年大陆的这个电动车的出口到欧洲去，占欧洲的这个市场的20%。今年预估会到25%，所以它整个上升的趋势，那这个当然让欧洲是非常的这个紧张，特别是要本身有汽车产业的，像这个德国、意大利跟法国那当然德国的角色比较尴尬一点，为什么？因为中国大陆出口到欧洲的电动车里头，除了它自己的自有品牌之外，还包括外商在大陆的生产，就包括了 BMW。所以说，德国可以说既受到大陆的竞争，又受惠于大陆的生产。那所以法国反而是因为它在大陆可能没有这样子的这些电动车的生产合作，所以它会是更积极主张要去防堵这个大陆的这个电动车的这个进口所以现在未来法国的这个态度如何很关键。那因为因应这样子的一个可能的威胁，所以大陆现在采取的做法就是到匈牙利去
到欧洲去投资，那主要是放在匈牙利，像宁德时代、像比亚迪都已经在这个地方投资了，还有华为也在这里投资。因为匈牙利的这个总理啊，是这个号称是所谓的新保守主义的这个领导人哈，就是说他不单是在匈牙利，而且他等于是全球的这种保守主义的这个一个先锋。那么他对大陆的这个态度是非常比较友善的。那他也认为说，匈牙利应该是走在所谓西方跟东方的一个交集啊，所以这个事情当然就未来就是看大陆在这个匈牙利的投资有没有可能可以继续得到这个得到匈牙利政府的支持。那未来这边地方的生产是不是能够去缓解欧洲对大陆这个品牌的这样子一个疑虑？那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全球的一个浪潮了，就是说对于新能源也好，太阳能也好，其实在最初的时候都会有很多的这个倾销的这种调查瞌睡啊，但最后因为大家需求上来了，这个问题就会慢慢克服，所以这段时间是很关键的。好，接下来国际议题我们来看的是在乌克兰的部分，俄乌战争持续还在进行当中。现在是传出来在恐攻之后，大家很担心乌克兰的处境，因为美方的很多援助没有到位的情况之下，乌克兰最新的除了前阵子说攻水坝，还有各种军事设施之外，有个最新是俄罗斯导弹攻击的是最大的东部发电厂。那么乌克兰为了要减少俄罗斯可能在前线产生的资源，先用无人机去攻击了俄罗斯境内的炼油厂，结果俄罗斯马上反击。那这次利用的是导弹无人机，把乌克兰东部最大的火力发电厂给炸掉了。因为电力好不容易之前炸掉了水坝之后，恢复了部分轮流供电，现在直接炸你水坝跟火力发电厂。那电力对于所有的民生的需求当然很大。那波兰总理说，欧洲已经进入了战前时代，所有的人绷紧了神经，尤其是欧洲国家担心在俄乌战争里波及到欧洲国家的这样的氛围越来越明显。波兰总理图斯克说的，欧洲从世界大战2次以来是第一次现在进入了战前时代，没有一个国家会感觉到自己是安全的。那波兰当然更危险，因为紧邻嘛，它除了有很多的难民收容之外，现在更直接的飞弹可能飞过它的领空啊。泽伦斯基也喊话了，他说如果再也没有得到美国承诺的军事援助的话，将不得不一步一步的撤退，而且这个撤退到哪里去呢？现在俄罗斯的很多飞弹、导弹直接也攻到基辅，也就是泽伦斯基所在的位置。美国援乌案现在还因为意见分歧卡在国会，但最新前捷克军情局长的一个受访的时候分析，从一开始西方就在自我欺骗、膨胀自身的综合军事能力。一个重点来了，俄乌战争将为去美元化、所谓的美元霸主、世界经济霸主这件事情产生不可逆的重大影响。这个趋势已经跟过去不一样了，在去美元化、俄罗斯各种的围堵里头求存的情况之下，如果这个趋势继续往下走，回不去了。美国对于他的态度是什么？他告诉大家说，中国不是我们的朋友。虽然接下来相关的首长还是要到中国大陆去访问啊，但是美国商务部直接在3月29号所修订对中国的出口限制里呢，则是直接提高了对于大陆要取得美国的 AI 晶片相关技术工具的难度。因为当时细节还不清楚，现在正进一步公布之后，4月4号要生效的这个内容里头，各种加码影响有多大还有待更进一步的来评估。但是雷蒙多说的是说，中国是我们遇到过的最大威胁，我们绝不会让中国迎头赶上。也就是说，刚刚我们前段提到的所谓的科技创新，不只是民生工业产业、军工相关的产业呢，都有各种的竞争。现在他发现中国追得太近，或者是要超过了吗？全力围堵当中，而中国对美国当然也没有松懈。所以《金融时报》报道，中国企业呢都要拆电脑干嘛 ？NVIDIA 的游戏显示卡，既然华府你挡我不让我采购，我们自己研究自己研发，就把 NVIDIA 的个人电脑的这个产品拆下来之后的辉达晶片用来研发 AI 工具。但显然现在成效如何，有一定的程度产生了蛮大的市场效果，所以才能够有自己的晶片。继华为的这种新型手机，甚至未来有没有更可能有市场占有那还有所谓的宗教
活动的经济效益啦。当我们台湾上次粉红超跑记得吗？绕境的时候，大家在哇，这个商机很大。但中国大陆的市场不太一样，所以这个所谓的宗教商机里头呢，清明节快要到了啦我们最近产生了很多什么新的这个议题，叫做中国大陆也可以用 AI。来祭祖啦 ，AI 的祖先可以呈现在后人的面前呢。然后呢，政策上。商机面，大陆的江苏省南通市民，因为有民政局宣布说要破除迷信啊，你看这个也蛮夸张的习俗，就是每到亲人呢要祭祖的时候，就要盖这种2层楼、3层楼、10坪以上等等的这种纸别墅要祭拜焚烧嘛，代表这也是面子吗？还是让祖先可以在其他的世界过得很好吗？那价格常可以高达3万对不起，差点讲错，3万新台币等等以上了那这种欺世行为在南通很普遍，但存在当然几种议题，除了劳民伤财嘛，很贵嘛还有污染。空污的问题，这跟零碳排当然是走反方向的路线。那纸扎师傅说很夯这商机无限，每年都至少要提前20天以前订，每天都有订单。因此呢，这个禁止卖纸钱这些在现在中国大陆成为一个争议性的议题。那学者说要放弃穷人思维，要考虑它的经济价值，因为这种民族性的东西有利于经济发展，实际上是好的产业。不过连台湾都一样嘛，像庙宇里面要不要烧纸钱，要不要烧香，那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空气品质，或者是像这样子这个地球的碳排升温的效果暖化？要怎么面对？好，所以将军，对不起，舰长，我们先谈一下俄乌战争。现在它的处境，乌克兰当然是非常的艰难，从电力、民生物资，甚至活不下去了。这个轰炸越来越激烈的情况之下，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在预测美国会不会拨600亿那个给乌克兰。那我几乎可以这么样断定，如果最终的结果不拨这600亿，因为你这不拨600亿，代表的是美国不支持，然后北约其他国家也会跟着可能。起而仿效，就是那我们也要减少这，那为什么你美国不支持，我们要支持呢？所以如果美国不拨这600亿的结果会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乌克兰就输了。如果乌克兰输的话，拜登也不必选了，因为为什么？因为是一直坚持要打的是拜登啊。那川普一直说如果我是美国总统，打不起来，我现在当选美国总统，第2天就让它结束。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去想一想。拜登会让他输吗？所以你叫我现在压，因为最后的决定可能还在执政团队有很大的影响力。我认为最后他会试拨这个600亿的，否则他会输掉这场选举。第二个 ，AI 复活这些人因为现在是清明节，所以这个话题今天这么的响，慎终追远。但这个东西是很难的。我这样讲，开始好玩，你知道吧？第一次看，就像那个机器人来，如果像一个 AI 机器人来，哇，你看你跟他讲好好玩逗他逗1天你就不逗了，因为觉得他好无聊这个行业是一样的，很难，你知道吧？他可能1次2次，他可能就不会很喜欢了。接着我要说这个纸扎的这个，你知道这种东西就是一种叫做大家会比的你祭拜你的亲人，盖了一个那么高的一个纸的房子，结果我摆在这里，清明节一摆这么小，我就觉得没有面子，所以大家就会在这比，这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件事情，而且不单是清明节的祭拜。平常的人的祭祀，什么东西都会有这些事情发生。如果我是政府，我能够给管得到的这个市政府，一定要把它禁止住。除了说火灾什么东西，这些东西真的是一种迷信，浪费钱，而且会造成人民在这里比来比去，那个真是无聊透了。可是有些东西却有它的意义。我举个例子，那个平息的点天灯，你说那个危不危险？那个浪不浪费钱？好比说，我们也有一个叫烧王船的这个文化。我问你，那个危不危险？那个浪不浪费钱？可是那个东西能不能够禁？我觉得不能禁。为什么？那是文化活动的一种，而且你不要忘了，这些东西是1年1次。你知道吗？这个祭祀3天2头就有一个人可能过世就要去祭，那个是每年一直不停的都有人在那里烧来烧去的，所以那种真的是劳民伤财，除非它是文化。像这种烧王船啦、点天灯啦，还有一个南部一个那个鞭炮的那个东西是一种文化，大家可以考虑一下文化的价值。否则这个东西我真的是大力赞成，一定要给它废除掉。科技当然一直在创新啦，但人的文化跟味道
要怎么两难，怎么保存，或者哪些要留下来？当然有很多的政策上的智慧在当中。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产业就连到慎终追远的时刻，中国大陆都开始有很流行用 AI 来让祖先或者是先人复活，但其实，在 AI 更高的层次是整个产业正在产生大变革。上个礼拜美国又发布了新的这个制裁的这个方案。那这个制裁方案比较特殊，就是说它是说只要有这个使用这个尖端的这个晶片的这个电脑、笔记型电脑都在禁止出口的范围。那这个是比过去的这个制裁的范围要更广了。但是为什么会有这样子一个制裁的方案呢？其实在半个月以前，那个时候美国有一则报道很有趣，就是说发现到说啊，就是大陆有一些这个期刊论文里头公布说，大陆的一些研究者在研究NVIDIA 的这个最尖端的晶片，就是 H100啊，它怎么样去克服它的一些技术上的一些问题。那这个研究为什么会吸引到美国的关注呢？因为 H100在大陆是根本没有办法取得的，但是大陆的中科院的研究人员以及所谓第四范式的工程师，居然可以去研究这个晶片，所以他现在下一步就是说，那这个晶片到底怎么到了大陆去了呢？当然，他们就是去探讨说，那哪些可能的途径？其中一个就是说，连笔记型电脑如果含有这些尖端晶片，都要加以阻止。那当然，其实所有的围堵都会有漏洞。在这个200年前，当时拿破仑用大陆封锁令要阻止欧洲跟这个英国做生意，结果没有办法完全阻止。后来有了这个俄罗斯这个跳出这个禁令，所以才有俄罗斯跟拿破仑要远征俄罗斯。那现在你想想看，现在这个资讯发达、人员交流这么频繁的情况，其实更加的困难。当然，核心的问题还是两国其实是合则两利，分则两害。因为美国是着重于在尖端科技的突破，而大陆更着重于在所谓的技术的运用推广。所以这两边如果合作，其实对两边都是有利的。休息一下，马上回来。